童年心理学第一集，安全的亲子关系，安全的亲子关系，强调安全。亲子关系难道很危险吗？如果有经历过童年的人都知道，蛮危险的。所以安全的亲子关系变得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难得。我们从小朋友还在地上爬，然后慢慢站起来，然后变成一个昂首挺胸的成年人，然后随着年纪的老化，膝盖变差了，那慢慢的屈柔，然后到最后呢躺平。那这就是我们人的一生。那方医师做了这样的一个图。那儿童呢，在定义上是指12岁以前的人叫儿童。那12岁到18岁呢叫青少年。那在这个18岁以前都是叫未成年人。那方医师把这个出生一直到中年这个50岁左右的时间呢，叫做第一人生。第一人生其实像动物一样有他自己的任务节奏感。那50岁以后呢，这个叫第二人生也就是退休的生活这在动物界里面很难得的人类这个的保障。那今天不是讲第一人生，讲第二人生，我们讲18岁以前的困扰。那既然是儿童加青少年，那我们不如把它叫做童年。童代表儿童，年代表青少年。因为我不晓得要用小孩心理学儿童心理学或者是说叫做未成年人心理学，所以我选了一个名词叫做童年心理学。那18岁以前的这个童年到底有什么心事呢？所有的这个情绪精神的问题呢，到底涵盖哪一些呢？那方医师左思右想把它分成这2大类。第一个呢是关于心理的部分，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关于生理的部分那心理的部分又把它分为2个重点，关键的核心第一个就是安全依附你想想看，刚出生的婴儿什么都不会，举目无亲，多么害人的事情所以安全依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因为我们出生的时候所有的能力都不足如果没有这个双亲的照顾是在大自然是无法生存的。所以安全依附非常的重要，人格发展也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有安全依附做基础之后，我们的自我呢，这个我就要开始发展出来了。我要进入社会战场之前呢，就要准备好这个我足够完整的我可以进入到这个社会战场。那这个不是1天2天可以触及的，所以在18岁以前呢，都在经营发展这个自我。所以有2个关键，第一个就是安全依附，第二个是自我发展。我会就这2个主题一一的说明那生理的呢，生理的有很多这个先天发展不良的疾病跟情绪有关的。那我用3个 A， 英文字母的 A 作为代表。第一个呢叫 ADD叫做 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 注意力缺乏症。那有人会说 ADHD， 多那个 H 呢就是 Hyperactivity， 也就是过动症，因为注意力不能集中而用过动来弥补的过动症，基本上是同一个系列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些小孩子呢整天发呆，注意力不集中，叫 ADD。这一群里面呢又有一部分很调皮好动，喜欢惹事的叫 ADHD。那第二个 A 呢叫做焦虑症。如果前面 ADD 代表多巴胺不足，没有办法注意的话，那这个焦虑有些小孩子天生就很焦虑那是血清素比较低所以多巴胺不足 ADD， 血清素比较低，天生容易惊吓、焦虑、害怕、恐惧、胆小、内向，那就是焦虑的表现。那最后一个呢是 Autism 叫自闭倾向，因为他现在已经把它当做一个频谱的疾病。那 Autism 是一个神经传导物质不足的病吗？不是它是一个神经细胞太多的病了，造成小孩子呢过度敏感。过度敏感如果非常严重，他就要逃避这个刺激就变完全厉害的严重的自闭了。那有人呢因为太敏感，对模糊的人际关系呢捉摸不清他比较喜欢确定的东西所以他也会避免跟人际交流所以 Autism 呢不算是神经传导的病，
是神经细胞发展这个没有被裁剪，细胞太多的，不晓得是福气还是灾难所以叫做 OT 人。那生理上就是这个3A 的疾病，好，所以有心理的，有生理的。那我们今天主要是来讲这个安全这件事情那方医师要提醒大家亲子关系18岁以前的亲子关系，18岁是一个门槛呢，因为他是要去念大学的时间呢。一个亲子关系是有保存期限的，有保鲜期的，就是18岁以前。以后呢，你要让他独立，你管也管不着，法律上也是这样定的。在美国你18岁你就要去念大学呢，就是离家呢，就是当一个成年人呢。所以18岁是一个界限。18岁以前的父母要做到2件事情，所以亲子关系呢只有2件事，这2件事情就是安全跟自我发展。一开始是先安全，后面是自我。好，一个成熟的一个尽责任的父母呢，就是要把这2点放在心里。第一个，要让小孩子呢，尤其是婴儿或者是更小的儿童有安全感。第二个，在进入青春期慢慢的要让他能够独立的自我发展，让他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人，比较完整的人才有办法进入社会战场因为社会是残酷的他会用各种手段来刁难弱者所以你要让他成为一个可以在社会生存的人，否则你就是害了他，或者你把他放在身边，整天保护他，也是害了他。那马斯洛一个算是心理学家了他提到5大需求，一个人活着呢，有5个基本的需求，最底层的就是生理也就是吃得饱、喝得饱、穿得暖，叫做生理需求。那第二个是安全，总是会遇到危险的嘛，安全需要被保护的安全感，这个是算基本需求在童年的时候就是生理跟安全还没有所谓什么其他的这个需求那慢慢的进入学校、进入社会，才有社交的需求，跟人际的关系不管是同学、同事还是配偶，这就是社交的需求。最后呢，在这个工作里面或者人际关系里面呢，得到尊重得到成就感让你觉得你是一个有用的人甚至是一个很有用的人，就叫做自我实现你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然后呢，你觉得你这人生是圆满的、完整的、有贡献的，那叫自我实现那一个目标接一个目标，然后完成到这个自我实现，一步都不能够跳过去的所以马斯洛提到说只有当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人们才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好，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呢一直卡在安全上没有过关的话，他一辈子就为了他的安全呢努力他根本谈不到所谓的尊重跟自我实现永远在追求那个童年没有满足到的安全感，这样大家也可以理解吧？会卡关的无法前进的一个人不可能在心里没有安全感的情况之下去完成社会实践、自我实践所以马斯洛给方医师的这个启发就是正常的自我发展一个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可以自我实现的人必须要有充分的安全基础上，也就是责无旁贷的亲子关系必须提供安全的基础。那婴儿呢，你知道婴儿或者是小朋友你在公园里面玩甚至婴儿在地上爬，他爬的范围有一定然后爬到那个界限他觉得有一点危险的时候，他就会回头看看爸妈在公园里面玩沙、玩溜滑梯的小朋友也是这个样子他们一方面喜欢冲出去玩，就好像你带个宠物狗到公园里直接用冲出去的然后那个小朋友或者婴儿呢，他会不断的回头看父母有没有在关心他、注意他、注视他，如果有的话，他会比较大胆的去探索环境，如果没有的话，他会赶快跑回父母的身边，
照顾者的身边。所以这重不重要？一个婴儿或儿童的探索的主动性，竟然决定于父母或陪伴者或照顾者有没有专注的关心呢？从这一点开始说起。那早期呢，有一位叫做 John 这个 Bowlby， 好像保佑哦，台语的保佑 Bowlby， 他讲的保佑理论啊，依附理论啊 ，Bowlby 理论就是早期依附的重要性啊。那多早期呢？就是在2岁以前，那基本上就是一个婴儿嘛。一个婴儿如果没有得到安全的依附呢，会产生很多问题的。早期依附的经验呢，会形成婴儿这个个体内在的工作模式，也就是他的人格发展里面铺在最底层的那一层那一层如果铺得不好以后的焦虑啦、忧郁啦、创伤社会适应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这就是 Bowlby 提出来的依附理论那安全的依附会让这个婴儿或个体认为说相信自己是值得被爱的，并且别人的这个支持是可靠的、可以信任的。这一点既然是多么的重要他可以相信人这个基础可以让他一辈子受用。他觉得这个世界是美好的，是可以信任的，是可靠的，人不是邪恶的，是可靠的。如果没有安全的依附就可能产生相反的信念。那Bowlby到底讲了什么我们往下看。他提到一个婴儿2岁前的婴儿小孩他的依附是怎么发展的。出生到6个礼拜这小朋友是没有差别的，有奶便是粮，可以喝就好了。他不管谁照顾他的，没有依附性所以叫做 asocial， 没有 social 的 stage，asocial stage， 没有依附性的。到6周跟6个月也就是在半岁以前半岁以前呢，这个小孩子谁照顾他其实也没有差别的，有人照顾就好了，谁照顾都可以。因为你知道婴儿他的眼睛的视力大概只有30-40公分几乎就只有看到自己的手指头他连去辨认那个照顾者是谁都有点困难。可是到6个月到2岁就不一样了，这个时候就有差别的，他就很黏人比如说只要妈妈啦妈妈抱才可以其他人抱都不行。那妈妈不在呢，有分离的焦虑那这个都是正常的表现如果没有这样子反而奇怪比如说特别不黏人，到了2岁前1岁半了竟然不黏人喜欢一个人自己玩，这样是不正常的或者特别黏人，连妈妈一下子不见就哭了就闹了连爸爸来都不行这也是有问题不黏人跟特别黏人也是有问题。到了2岁以上这个依附关系就比较随便的只要在一起就好了阿公来也可以，阿嬷来也可以隔壁邻居来好像也可以就比较多元的。但在2岁以前就是关键所以尤其是半岁到2岁中间这个黏人的阶段是他发展他依附的这个大脑这个很重要的基础所以会有所谓的这个育婴假。育婴假就是这个道理你请个假，请个1年，好好的陪伴这个2岁前的小孩，带给他一生的幸福，一生的信念，很重要，好不好？那如果说没有办法做到，丢给这个照顾的这个机构去照顾2岁以前觉得说没差吗？他又不懂事实上就大错特错了不安全的依附来自于婴儿本身的气质不一样嘛。有些婴儿天生就是黏人容易惊吓啦。那有些婴儿呢不喜欢这个，反正这个不是婴儿的气质的问题，都是照顾者的不一致跟冷漠照顾者问题比较大这个不安全的依附责任大部分归于照顾者的不一致跟冷漠。什么叫不一致？有时候理他，有时候不理他。早期育婴育儿育婴有一套理论说，小孩子哭，婴儿哭，不要理他，让他不要太随便好像一哭就照顾他，会让他有条件反射。这个理论呢，后来证明是不对的。小孩子哭呢，要理他，
理他要有一致性啊，不能有时候理他，有时候不理他。那小孩子哭是在跟你沟通呢，那你都完全不理他，那这种冷漠的特性啊，小孩子会记仇的嘞，会记恨的嘞，他会对这个世界失去信心呢，所以这个很严重的事情呢，不要小看呢。结果啊，这个没有得到安全依附的小孩他会发展出2种个性，大概是这样讲了正常的依附小孩大概占了一半，1/4呢产生焦虑依附啊，1/4产生回避依附啊。那焦虑依附简单来讲就是什么？就是很黏人啊，他会用讨好的方法来吸引照顾者。那简单来讲如果用动物来形容其实像狗一样你看你回到家里面，狗是不是冲出来对你摇尾巴，觉得很开心？这就是狗的特性那这样的特性是为了生存下去衍生出来的这个性质呢、气质呢。那有另外一种叫做回避逃避依附avoidant attachment。那这种个性呢，就像猫一样，你看你回去，猫还是那个样子看你，理都不理你，你在它面前怎么搞笑？猫从来没有笑一下，甚至还会伸出手冷不防给你一掌啊。猫其实这个不理人是它的本性吗？猫难道不需要爱吗？不需要关心吗？它只是放的比较深它只是放的比较深，它装酷而已那有没有这种个性的人？有啊。所以在社会上你会看到2种个性的人，对人的态度有讨好的特性，像狗一样，或者对人呢一开始有逃避的个性，很酷，很不理人。这2种呢，其实都是需要爱的，可能在小时候在依附关系里面没有得到正常的安全的对待，所发展出来一点点扭曲的性格，但他们都是需要爱的。那除了家庭以外，那学校呢？家庭跟学校是一个很特别的场所它跟社会不一样，跟公司不一样家庭跟学校都是安全的保护下可以尝试错误的地方。在安全的保护下可以尝试错误的地方，你在社会上你去工作，就像方医师现在在医院上班，难道是可以尝试错误的地方吗？应该说尽量减少或不要有错误的地方如果有错误的时候会被处罚的。但是在家庭在学校不应该是这个地方，它是要让你去发展你的个性，然后去尝试错误，然后找到一个对的方法，适合自己的方法。那我要介绍一个人这也是我的这个前辈朋友了长辈朋友，他是全人中学的陈延平校长。他在1995年他创立这个开放式的学校，算是私校在苗栗的在宜兰的卓兰那个地方创立这个全人中学。那班上学校大概70几个这个学生有一些热心热血的教育者创立的全人中学。这位中间就是这个校长，他也是一位艺术家他从小立志就是要成为艺术家。那他画的画就是在后面这样的画那他提倡的这个教育理念我讲给各位听他说保护下的自由有保护下的自由，因为它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学校。他说越自由越需要被保护，学生有越大自由的范围，老师的责任越大，也就是一种强调被看护下的自由发展。所以自由跟看护保护是等价的你要得到自由，你必须要赋予老师承担这个自由的保护能力所以他提到就是保护下的自由。第二个，容许犯错的探索。有一次他要学生交一个作品就有学生呢这个交给他一张纸那学生交一张纸，这个他还大大的称赞对方一番说是一种现代艺术结果第2次交的作品呢，学生交给他一个白色的毛巾那仔细看这个毛巾上面还有一块小小的发霉。那第3个这学生交了什么作品呢？交了一张棉被交了一个棉被所以他本来是要交艺术作品的，这学生交了这3个。后来这个学生毕业之后成为建筑师，
这个是容许犯错的探索。这个学校的秩序啊，是由同学们呢互相表决，大多数人同意所产生的秩序。它的管理呢，不是由上而下老师说了算的管理的，那是为了方便管理者的管理的。他们需要由同学自己经营出一套秩序来，所以把它叫做自然生成的秩序。这一套有一个大规则，然后局部是自由的，保护下的自由，容许犯错的探索，自然生成的秩序。陈彦明校长的教育理念跟他的绘画理念如出一辙啊。那下一期呢，方医师会特别针对他的话呢，跟各位做分享，非常神奇的一个人，目前还在了在阳明山呢当一个隐居的艺术家。那我要继续讲下去。然后 Rogers 呢，有一个叫 Carl Rogers， 也是一位这个心理学家，他提到的就是无条件的积极关注无条件很难得的一个词unconditional 的没有条件式的那没有条件的无条件的爱那他的提到内容就是这些。首先避免条件化的爱因为有些父母在育子方面呢，亲子关系方面呢，是你表现好我给你支持，你表现不好我就给你处罚，然后用亲子关系的爱来交换小孩子的表现，避免这样子条件化的爱，因为这个是很大的问题的是很大的问题。那小孩子呢，有时候会有挫折，不要马上责备要提供情感的支持那小孩子表达不清楚，要给他时间，鼓励自我表达。那最后小孩子在发展他的品味、认知有这个不成熟的时候，你要接受小孩子的全部比如说他去买了一双球鞋，他就喜欢那个样子，结果你说没品味，很难看，怎么会买这种球鞋呢？你在抹杀他的成长。你要把这个钱呢花在他想买的那个鞋子上，而且你要问他为什么要买这个鞋子，然后予以接受所以要接受小孩子的全部。最后要建立信任对小孩子的关心不要忽冷忽热，有时候冷有时候热，要保持真诚，要诚实的讨论透明的讨论这就是所谓的安全的依附无条件的爱方医师就提到2段话给大家做分享。教育把一个小孩子教好，让他不要犯罪，对社会有贡献，这个是学校，这个是社会的事情教育是学校跟社会的事情家不要再搞这个教育了。家是一个避风港，家不是说我要教你规矩我要教你道德，我要教你能力，你要好好去给我背英文单字，这些是学校跟社会的事情家是一个避风港。第二个，没有任何的东西值得用亲子的爱去交易比如说你要给我念博士，然后光宗耀祖，那这样子是用爱去交易。有一个博士生真的是念完妈妈的期待然后拿到博士那一天就跳楼了。所以没有任何东西值得用亲子的爱去交易。所以亲子关系最重要做到就是什么？陪伴不干涉。尤其是小时候，越小的时候越需要陪伴我说在半岁到2岁是关键期你从婴儿一直到儿童，你只要陪着他就好了嘛，他也没有要去哪里你随便旁边找个这个公园巷口你就陪着他，因为有你的陪伴，他才敢安全的去探索周边的环境然后呢，他的任何喜好，他的任何说法要予以尊重不要把你这一套好的想法、好的审美观套在他的身上你不要让他去学你、模仿你，让他自然的发展，不干涉这就是我给安全下的2个具体的操作型定义。那不安全的亲子关系到最后会怎么样呢？什么叫做不安全的亲子关系？那这些就是不安全的亲子关系。条件化的爱，成绩优异才关注，成绩不好就处罚，缺乏情感支持，孩子的情感需求不理他，批评责备，情感冷漠，没有拥抱，没有言语上的表达，忙于自己的事，忽视小孩子的存在，过度控制，不允许他有自主权或者过度保护孩子，
在阿拉伯有一个谚语说啊，小孩子不乖要打，乖也要打呢。为什么？因为乖打看他会不会反抗啊，就是过度控制，情感操纵，故意讲一些模糊的话说，比如小孩子问你说，妈妈我可不可以去那个隔壁同学家玩？你去呀，你去呀，到底可不可以去啊？用这种情感勒索，言语跟身体的虐待，这就不用讲了，直接乱 K 乱骂的，缺乏一致性啊，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随着父母的心情啊，承诺不兑现，没有信任感，这些不安全的亲子关系就会变成怎么样呢？童年的不安全依附啊，被刚才方医师提到那一大堆不安全的亲子关系呢，他就会去追求不安全跟追求依附啊，他不安全怎么办呢？他就发展出强迫欲、控制欲、成功欲啊，他什么事情都要做好，或者他很危险啊，他只能够自救啊，自力更生啊，所以他什么事情他都要控制好，所以这样子的成长背景的人一直到工作、婚姻，对小孩子的亲子关系，全部都是要控制，把细节都控制好，甚至发展到强迫，然后追求人生一定要成功，如果不成功，会死得很惨，因为他没有安全感。那小时候没有得到的依附啊，一直要弥补，要弥补，那怎么办呢？他会找一些其他的偶像来依附，比如说依附老板啊，老板说什么都听；依附配偶啊，一辈子都交给他了，我只要对他好，他就一定要对我好，对方也不能够呼吸啦，窒息的这个配偶关系啊，有没有依附小孩？会依附小孩啊。全心全力的照顾那个小孩，希望他能够以后好好对你好，结果啊，他也是窒息啊，说我对你这么好，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呢？对方受不了你的爱，那个爱他背不起啊，他走向山跟海。最后有没有依附宠物的？有些不安全的这个亲子关系后来他长大养的宠物狗啊，就狗死掉了。一蹶不振，依附宠物啊，所以不安全的亲子关系在自己方面它就形成追求安全嘛，强迫控制，在人际关系上不是太轻，就是不理人嘛，就是太重，所以你的朋友里面有这种很黏人的，哇，对你很客气，要小心对你一开始就不太理睬的，他自己可能有一些情绪上的成长的一个障碍人际关系太轻或太重。那最后如何来治疗呢？有这样子小时候的事情早就已经发生了。那方医师呢一直有提倡一个叫图像疗愈法。那我们7月18号也办了课，8月8号也办了课，以后我们会继续办课。用图像疗愈呢，把童年这些不堪的图像调出来，做一些处理。我把它叫做观4+0还有观4+1详细内容我们这个活动的时候再说。那这样算是比较被动吗？那最后这一章方医师来分享，如果你已经产生不安全依附的，你的童年比较不幸了，你一定要用一生不幸去换吗？如何有效的治疗呢？我提到2个核心重点。第一个你小时候没有得到无条件的爱，因为你爸妈要跟你的关系是交易的，那你要怎么重新你的人生呢？方医师建议你要试着去施予无条件的爱。你不管是对整个社会、对弱势者、对家人、对朋友，你找一个对象，你试着给予无条件的爱。你小时候没有得到无条件的爱，你就试着给别人无条件的爱。第二个，重新学做人。你的不安全感、你的依附关系里面有毒素重新调整，看到你这个创伤之后，重新调整，重新学做人，展开你新的人生即使你已经40岁、50岁、60岁了，都不会太迟好，那以上方医师的童年心理学第1集，安全性的亲子关系，安全的依附希望这一集对大家有帮助，谢谢。想要从医学的角度来了解人生的问题吗？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分享给所有的亲朋好友，让我们一起提升台湾的医疗文化。